大家好，我是毛毛。今天我们来做咖啡蒸冷软欧。跟上一期的菠菜软欧相比，这款面团含水量更高，所以我会在视频里面分享一些打面、发酵一些细节。那我们就边做边说吧。配方里的波莱种我们需要提前1天制作。制作的话就是拿150克的面粉加 1.5 克或者1克的酵母跟150克的水，它们的重量是1比1，用手抽或筷子搅拌成团，然后在室温里面发酵到表面有气泡，再放在冰箱12个小时之后食用就可以了。因为用的是同一个波莱酵种，所以说大家可以参考之前一期菠菜软欧的视频来看具体的操作方法，以及怎么判断发酵到什么状态为准可以放在冰箱。上一期视频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而且上一期视频还讲了很多面包的种面、法国老面呀、波莱种、棕种这些的区别，所以说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上一期的视频。同样我们需要提前1天或者提前2-3天制作好这个酒制蔓越莓。蔓越莓自带衰铁，特别适合加在少油少糖的欧包里面，改善风味。在做面包之前的几个小时，我们可以把一点点咖啡，就速溶咖啡加热水，给它做成一个非常浓缩的咖啡。你也可以用自己家里喝的咖啡都可以，或者直接用水代替也可以。加咖啡呢是为了增加面包的风味，因为毕竟它少油少糖，所以我们需要改善一下它的风味。我们准备好原料以后，要把这个榛子呢先给切碎。榛子加在这个面包里面也是为了增加它的层次感。我们开始打面，首先呢取出这个波莱种，往里面称入300克，然后加入350克的高筋面粉，就一共整个配方其实是500克的面粉，然后加入盐、糖、酵母不要跟盐放在一起就可以。然后这个咖啡最好是刚才用热水泡完以后放在冰箱变冷以后放入使用。然后往里面加入冰水，用来控制面温。我最后会留大概5-6克的左右的水。如果尤其是你第一次做的时候，一定要稍微留一点水。然后视频里面会讲解在什么样的状态去判别要不要把这最后的水给加进去，或者额外再添加一点水。首先我们把机器开到低速，给它所有的材料混合成团。这时候一定要用刮刀稍微帮助机器一把，这样的话可以缩短整个打面时间。尤其是有的打面缸它不好使，就是低速搅拌，它要很久才能混合，这时候你一定要去帮机器一把。稍微混合成团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时候的状态。这时候的面团你看着好像水已经被吸进去了，并不是特别干，但其实我想说的是，这时候的状态并不是你用来判断要不要把余下的水或者增加额外的水的状态，因为这时候面粉跟水它的水合作用还没有完全开始。我们需要提高速度，打大概1-2分钟左右，打到你这个面团跟水稍微开始形成面筋了，感觉每一个面粉颗粒都已经跟水接触了，这时候再用手来捏那个面团，来感受这个面团的软硬度，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加水。我们现在打了大概2-3分钟，我们看一下现在的面团，它表面虽然说没有非常的光滑，但明显比刚才已经稍微成团了。这时候就是你用来判断要不要额外加水的状态，用双手去捏它，能感觉到它是软软的，然后稍微已经粘在你的手上了，那说明你完全不要加水了，这种状态是正好的。如果它完全不粘手，那你可能其实可以再加一点点的水来增加一下湿度。我一共打了大概9分半钟，加上之前低速混合的，所以说中高速打了大概有7分钟左右。打到这样表面看的就非常光滑。我一般都是用表面光滑程度来判断要不要加黄油。我们用剪刀剪一小块下来，侧面是非常的细腻均匀的。扯开的膜会有一点厚度，然后那面团是相当有筋性的，周围会有鸡翅状，这时候就可以加入黄油了。黄油一定要彻底软化，如果你黄油不软化的话，是很难融合到这个面团里面，会造成这个打面时间太长，然后跟面团也不好融合。反正黄油一定要软化。加入黄油之后，我们要用低速打面，让黄油跟面团先融合进去，这时候千万不能开高速，这样的话因为黄油太滑了，速度太快的话，滑的地方它就打不到，不滑的地方它就打得到，那这样的话整个面团就是里面它就打不到嘛，所以它整个面团的筋度就不一样了。这时候一定要耐心一点，因为这一步可能需要2分钟到3分钟的时间才能把黄油融进去。
一定要把看不到黄油的颗粒了，然后再开始稍微的提高速度，开始打面。加完黄油以后，基本上打2-3分钟，3分钟之后，你就要每隔半分钟或1分钟检查这个面筋的状态，千万不要打过了。尤其是做吐司啊，你不能打过了。你看那个膜挺好的，其实你已经把面团打过了，那你的吐司就长不高。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经常用的小技巧，加完黄油以后还没有完全融合的时候，你会发现面团它会粘在这个打面钩上，可以用解刀把它这样一块一块的解下来，相当于是帮助机器把黄油跟这个面团融合均匀。反正还是那个原则，就是千万不能完全去依赖于机器，你一定要帮助它一下，怎么来缩短打面时间，怎么让效率更高。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再打那个黄油跟面团就会比较好的、比较快的融合在一起。这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提高一点速度，让黄油跟面团继续融合均匀。现在是13分钟，减去之前的9分钟。其实我这个黄油加进去，我大概打了有2-3分钟了。所以说这一步大家一定要非常耐心的让黄油慢慢的跟这个面团融合，千万不能心急。然后就可以开成高速、中高速开始打面，没有就是固定的一个档位，大概跟视频里面这样快的这个搅拌速度就可以。然后我们大概打了3分钟左右，我们来检查一下面筋的状态。我这台机器的效率还是蛮高的，基本上3分钟就差不多了。我们同样用剪刀剪一小块下来，或者用你的手的虎口掐一小块下来。先扯一下，调转90度，再扯面筋。这时候的膜明显比刚才薄多了，而且洞口是非常光滑的。我整个过程一共进行了15分钟，就是从刚开始低速开始混合，一直到最后打完是15分钟。还有一种检查这个面筋好不好的方式，是这样取一块面团，然后双手这样扯，你要感觉它一定是非常有韧性的，你不能一拉就很长了，那你完全就被你打断了那个筋。一定要就是那个面团可以随着你双手这样扯的时候，你可以扯一下，它会稍微变长一点，扯一下变长一点，它是很有筋性的。如果要手套膜的话，可以取一块大一点的面团，然后就慢慢的扯，套在手上。我个人觉得手套膜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有时候你一味的去追求手套膜，你反而把面团打得过度了。很多做面包的师傅，他都是靠这种用手来转这个面团，来感受这个筋性，知道打得好不好了。好像我们这种比较业余的，都是拿手套膜啊、开薄膜来判断好没好。反正大家就是一定要知道，这个面团一定要是有筋度的，千万不能打过了。这时候我们加入切好的榛子碎，给它稍微搅打个10来秒，让榛子水给它揉在里面就可以。我们测一下面温是24度，所以我就放在烤箱里面，让它一发大概要发1个小时，发到体积2倍大。放在烤箱里面，它保温效果比较好。我们发到半个小时的时候，要拿出来给它翻面，把四周往中间折，给它这样翻一个面就可以。为什么要翻面呢？因为这款面团它比较水分含量比较大，翻一面可以让一部分的二氧化碳释放出来，整个面团就发酵的更加均匀。因为你想这个湿哒哒的东西一直摊在底下，给它翻一个面肯定会起到比较好的作用。最后我们就是以体积为准，发到2倍大，因为你戳动的话，这么软的面团戳动你也看不出区别，所以以体积为准，发到2倍大。切割成3份，案板上稍微撒一点干粉，取一块面团，用手掌按压排气，放上一些满月梅。满月梅没有在之前打面团的时候加入，是因为它的酒红颜色会把面团的颜色弄得不是特别好看，所以我们就在这时候给它包裹在里面。我们把面团这样折叠以后，采用往前推再往后拉的这个手势，给它整成一个圆形，然后把底部稍微给它收紧。软欧包它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个头特别大，这样我们就可以去直接进行2发了。
这里为什么没有平时我们做面包都需要的分割、滚圆、松弛再2发呢？是因为我们这里不需要包馅，而且本身就是一个圆形，就是烤出来是圆的面包。那平时为什么我们需要松弛、滚圆再松弛呢？因为你分割以后，你滚圆以后，你把面筋折腾了一遍，所以你需要松弛这一步，让面筋来继续给它放松，然后你再可以整形包馅，然后再去2发。那这里我们完全不需要整形，也不需要给它包馅什么的，所以你就可以省略掉这个分割松弛这一步。所以说做面包虽然说传统的都是那8步，打面1发，分割、滚圆、松弛、整形2发，烘烤，但是呢，如果你有的面包你完全不用夹馅也不用整形的话，你就完全可以省略掉里面的分割、滚圆、松弛这2步。我们其中2个面包是用藤奶烘烤的，用藤奶烘烤欧包特别好看。用之前我们需要撒上1层面粉，这样可以让面包烤出来有那种一圈一圈的面纹的那种螺旋轨道一样的，特别好看。我们把面团这样收口朝上，然后把顶部朝下。如果没有发酵藤奶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同样把面团给它排气，裹上埋月梅，往里这样叠被子一样给它滚圆，放在一个烤盘上，或者是自己喜欢的容器里面给它进行2发。2发的条件是35度，75%的湿度。如果家里没有发酵箱的话，可以加1杯热水来增加湿度，一直发到体积2倍大。我今天发了大概1个小时。我们把藤奶的面包倒扣在这个烤盘上，这个藤奶烤出来发酵出来，它这个表面的纹路就特别好看。在进入烘烤之前，我们需要给它割包，我们就非常简单的割一个十字形。你也可以割成很多非常漂亮的麦穗啊，什么都是可以的。割包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你割完1次之后，你看一下那个刀口可以裂多大，如果不是很大的话，你需要再割一下，一定要割的稍微有一点点深，这样烤出来它那个膨胀才会比较好看。我们用大概380度的温度给它烤25分钟到30分钟左右，烤到表面是颜色上色非常均匀了，这样的面包是非常容易判断烤没烤好的，因为它这个颜色变化特别明显。刚烤出来的面包表面是非常酥脆的。这样我们的咖啡蒸制软欧就做好啦。悠闲的下午泡一杯菊花茶，这才是真正放松的生活呀。所以小朋友们，记得这块面团一定要判断好它的干湿程度，然后中间发酵到一半的时候要记得给它翻面。没有湿度的话，可以加1杯热水来增加这个湿度，因为湿度对软欧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如果家里有的烤箱可以喷蒸汽的话就更好。那我们今天的美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我是毛毛，爱做美食的毛毛。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就可以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